大家好，今天我要来拍个开箱视频呢，就是这款 Crosman 1977这款气枪。在开箱这款气枪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大气枪管理的相关法规。在加拿大呢，气枪呢，如果它的初速是低于500英尺每秒的话，是不需要枪证的。那超过了的话，它就需要考枪牌了。根据加拿大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在加拿大境内购买气枪，初速低于152米每秒的气枪、古董枪还有信号枪呢，是不需要枪证的。只要你年满18周岁以上，你就都可以购买了。关于气枪的管理规定啊，这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气枪啊，它的枪口初速必须超过116米每秒，有一定的杀伤力。你要是低于了116米每秒的话，那可能就被定性为仿真枪。仿真枪呢，就是要被没收的。然而呢，超过了111米每秒的话，它就是可以不需要枪证合法购买的气枪。当然了，它的枪口初速必须在152米每秒以内。如果要超过了152米每秒的话，购买这样的气枪呢，就需要枪证，也就是枪牌。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玩具枪啊，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要提高它的子弹射击的初速。否则的话，有可能会因为威力太小被定性为仿真枪了。这就是加拿大法律关于气枪法律规定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还有的气枪呢，可能会这个威力比较大，超过了加拿大法律规定的标准比如说这款枪叫 Crosman 1377，这款枪呢初速是495英尺。而加拿大法律规定的呢是500英尺以下，也就是152米每秒以内。而这款枪在美国的版本呢，它的初速是600英尺每秒。它为了进入加拿大市场呢，它就有了一个加拿大特有的版本。出口到加拿大的1377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装置，减压装置。把它的这个初速呢，从600英尺每秒降低到495英尺每秒。这款枪呢是1977年推出的，到现在呢已经40多年了。美国非常经典的一款气枪。这款枪看上去很土啊，但是有很多人把这个枪做了一些改装，让这个枪看上去很酷。所以说这个枪呢具有很好的改装的基础。这个枪可以购买枪托。然后呢，把它改造成卡宾枪的这种形式，这个枪管呢也可以加长。另外，这个枪啊，看上去它的造型跟这个运动项目10米的那个气手枪的这个造型差不多。这样看上去呢，还有点像那个弓弩的那个底座。另外呢，这款枪呢，它的这个枪管是有膛线的。有很多的那个气枪啊，尤其打 BB 弹的那种气枪啊，可能它的枪管都是塑料的。像这个枪管呢，它是金属的，并且有膛线我看过了。因为有膛线的枪呢，它的精确度肯定要比这个没有膛线的枪精确度要高得多。它子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是旋转状态出去的。你像一些这个火药枪啊，军用枪支的话，是所有的枪支都带膛线的。刚才说了这个气枪的法规，另外呢，就是在加拿大1896年以前生产的黑火药枪啊，购买这样的枪呢也是不需要枪证的因为1896年的火药枪构造应该是非常简单的，杀伤力呢肯定也是非常小的。我估计1896年之前生产的火药枪可能都没有这个枪的杀伤力大。虽然气枪是可以合法购买或者持有的，但是呢，如果不当的使用气枪的话，很有可能会触犯法律。在加拿大的话，如果你拿着枪指人，你不管是气枪、塑料枪、仿真枪或者是真枪，同样都属于违法行为。在中国的刑法来说也是一样的，你就算是拿着一个塑料枪去抢劫的话，也会被定性为持枪抢劫。加拿大刑法第87条第1款规定，如果没有合法理由，任何人将枪支指向另一人，无论是否装有子弹，均属于违法。一旦定罪，
不但留有案底，性质严重的话还判最高入狱5年。如果是留学生身份或者是移民 PR 身份，一旦罪名成立，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在公共场合的话，是禁止使用气枪的。加拿大呢，可能购买一支气枪很容易，比如说像加拿大轮胎啊，什么很多的超市，甚至沃尔玛什么的都能买到这种气枪。但是呢，如果持有气枪不当的话，很容易触犯法律啊。所以说，大家在购买气枪之后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开箱这款气枪。这个点177是口径，然后4.5毫米，打的就是这样的子弹。这个是495，就是初速，它的初速就基本上接近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了。打开以后呢，里边有一个说明书，一支枪。这个子弹是我自己购买的。这样495英尺每秒的话，大概也就是接近150米每秒的速度吧。子弹的这个盒子上也有啊，.177 4.5毫米，所以说呢，这个枪呢就能使用这个子弹。说明书的话，我觉得就不用看了，因为这个小时候玩过气枪，应该都知道怎么去玩。这个男人呢都喜欢枪啊，就像女人都喜欢化妆品跟首饰一样。主要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看这个战争题材的这个影视作品，还有这个抗日神剧什么的，香港的枪战片儿，从小就接受到这种教育的灌输所以说男人大多都喜欢枪。这个枪属于泵压气枪。然后呢，这儿有一个保险，按下去以后呢，就是进入了这个安全装置了，保险装置了。这样的话，你扣动这个扳机的话就扣不动。另外我说一下，就是只要你拿枪的时候不要拿起枪来，这个手就扣到扳机这儿了。大家都是要把这个手，把这个食指伸直了，真正进入射击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再把手移到这个地方，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关乎到这个枪支使用安全。就是这个手指头、食指不要有事儿没事儿就往这儿抠等你抠习惯了的话，搞不好就容易出现一些事故。这后面呢是一个缺口，前边有个准星。传统的枪呢都是准星缺口的瞄准方式这两个呢统称为瞄准具。另外呢，它这个枪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它除了这个缺口瞄准的这个方式它还可以把这个拆下来，这有一个圆孔，把这个铁片倒过来以后呢，就可以用圆孔加这个准星瞄准。现在有好多的枪呢，你像国产的95式自动步枪，大概就是这种瞄准方式后边是一个圆孔，前边是一个准星。我还是比较喜欢缺口和准星的这种比较传统的瞄准方式。然后装子弹，就先把这个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孔，把子弹塞到这个孔里边去。使用枪支的时候无论你使用任何枪支，枪口是绝对不能对人的这是用枪的最基本的这个安全知识。然后子弹从这儿塞进来，塞进来以后把它推上来，然后压下来，这样呢，这个枪就进入了待射击的状态了
现在呢，这个枪是已经装了子弹的啊，就不能乱玩乱动了啊，否则的话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枪的大概的这个外观，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射击。这个靶子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也是在加拿大轮胎购买的一个靶子啊。这靶子是一个很厚的这个泡沫啊，这个泡沫非常厚，差不多得有5公分吧，这么厚，而且呢，它非常结实，非常硬，这样这个手啊，这手往下按根本就按不动啊，非常硬，这样呢才能确保不容易打透。由于这个射击的距离非常近啊，因为在室内，我就把这个靶子做得非常小，它的直径也就是6.5公分左右吧。这射击距离差不多能有个7、8米的样子吧。准备射击的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保险打开。打开以后，这儿能看到一个红色的标志，这就是进入了射击状态。先打1号靶。还是1号，从这儿看上去，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点儿，非常小。用这种靶子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它比较环保。我一张 A4 纸能打5个，实际上如果要再调一下的话，一张 A4 纸应该能打6个。靶子下面我放了一个 GoPro 来拍这个弹着点的情况，但是呢，我建议新手就不要这么干了啊，把这个 GoPro 给打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就打这5发。通过体验呢，我觉得这款枪的精准度还是非常高的，不愧为比较经典的一款气枪。这款枪呢，我是在加拿大轮胎购买，当时正在打折，原价是99刀，打折后是79刀。最后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不管你使用什么枪，一定要注意枪支使用的安全啊！每年因为枪支使用不当造成的事故还是非常多的。另外呢，无论你在哪儿使用什么样的枪支，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这个枪支保管一定要放在非常安全，尤其是儿童找不到的地方。最后来看一下靶子，总共打了5发子弹，分别是1、2、3、4、5，有3发命中了靶心了，都打到这个黑点了。然后呢，有2发稍微偏了。不到1厘米吧，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关于 Crosman 1377这款气枪的使用体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